大家知道这些是什么菜吗？看起来肉肉的，没错，就是一种多肉植物，多肉蔬菜。它的名字叫冰菜，叶子摸起来肉肉的，手感非常的好。这一颗长得还比较小，侧枝还没长出来，是冰菜早期的形态。这一颗呢，就是周围已经长出很多侧枝的形态。看它的叶片还是非常的柔软脆嫩的，刚才轻轻碰了一下就掉了一小块。这一颗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到，中间有一个主枝，四周有4个分支，4个分支长得都比较长了。看这些地方是有剪掉的痕迹的，这些其实是我们早的时候给剪掉叶片和侧枝用来拌沙拉了。其实仔细观察，刚才说的主枝的地方，并不是真的一颗主枝，它的周围还是有好多的小侧枝的。其他几颗也是这样的，只要把这些侧枝给它剪掉，周围还会再长出更多的侧枝的。这些冰菜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拌蔬菜沙拉的一个主要原料了。刚才说了，它是一种多肉植物，肉是长得软软的、厚厚的。那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？好吃不好吃呢？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好。这种菜的口味是非常的有特色的，我总结了8个字，就是鲜嫩爽滑，自带咸味儿。你如果摘下了一小片生食的话，就像加了盐的蔬菜一样。所以我们凉拌蔬菜或者是凉拌沙拉的时候，加上它，即便不加盐，也会带有淡淡的咸味儿的。同时那种厚实嫩滑的口感也还是挺让人回味无穷的。这种菜种起来也还是挺简单的。春天的时候，我们在室内浸种催芽育苗，育好苗之后就给它移栽到外面的花盆里边了。你看它旁边还有一棵生菜，其实它整个的催芽育苗和移栽的办法和生菜几乎就是一样的。它们的习性和生菜也是挺类似的，喜欢比较凉爽的气候，比如春天呀和秋天。生长的时间长了，天气暖和了，就会长出很多这样的分支。而春天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一整颗，叶片是长得大大的。还有就是和生菜一样，它们不喜欢特别强的光。现在已经是夏天了，所以大家看，我把它是放在篱笆的旁边，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遮阴的能力的，阳光不会全天都照在这儿。这边还有一个大花盆里边种的生菜，长得更大一些。我现在把它搬到这儿，其实它应该也是在这些冰菜的旁边的，我只是为了拍摄方便，所以把生菜给移开了。大家在春秋种植的话，就不需要做这种遮阴的处理，它是会长得非常好的。夏天了，如果要种这些喜欢凉爽气候的蔬菜，那就必须得做遮阴的处理了，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。所以说呢，放在花盆里边还是挺灵活的，你可以非常灵活的给它移动位置，不同的时机就搬到不同的地方去。我这个地方也是放了很多的花盆，是用来种生菜的。我在室内把种子给浸种，催完芽之后就直接散播在这里了。看看现在出苗情况还是挺不错的。等到它们长出3、4片叶子，长得大一些了，我就给它们分苗，再移栽一下。基本上每个花盆里边就种1颗生菜就足够了。这个地方它旁边有葡萄树，有土豆，还有木柴堆，也是有一定的遮阴的能力的。还有一些花盆里面的种子是没有发出芽的，不过完全没关系，其他发出来小苗的都有2颗、3颗，甚至是4颗，只要分1颗进来就可以了。我其实还是要找更多的花盆，因为现在的小苗数明显多于花盆的数量。虽然是夏天了，但是早晨这小风一吹还挺舒服的。刚才提到了我们喜欢吃的蔬菜沙拉，一般里边我们都会放上生菜叶子，放上冰菜，放上樱桃萝卜，还有芝麻菜，这样的话就口味非常的丰富了。有时候还会放上一些特别嫩的西葫芦，再有就是放一些豌豆来增加碳水。豌豆其实也算是一种主食了。还有把家里养的鸡的鸡蛋也给煮上放进去，这样蛋白质也就够了。刚才忘了说种植的肥料了，我其实并没有像网上说的给它加各种各样复杂的东西，其实就是菜园里边的土加上一些堆肥土，然后底肥混上鸡粪肥种植的，后边的追肥也是用的鸡粪肥追肥，和生菜也是一模一样的。现在看起来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了，长得还是挺不错的，没有什么秘密，也没有什么特殊需要处理的。说了那么多都饿了，该准备早饭了。找了一个盆过来，咱们采一点。我就选这颗最大的，把它的侧枝给它剪下来。看看这一条侧枝有这么长，一会儿把两边这2片老叶子给它揪掉，不要了。不知道小鸡小鸭会不会喜欢吃这种有淡淡咸味的东西。这4条侧枝我全都给它剪下来。
这一棵也是有2条长得实在太大了，我还是把它剪下来，这样的话能刺激其他的小的侧枝再继续生长。看看这一条枝，烂叶子扔掉，感觉这些冰菜已经是足够多了，就先这样吧。剩下的那几条大的，明后天我再来剪。这生菜叶子揪一些。哎呀，太嫩了，轻轻一碰就掉了，又脆又嫩。哇，这生菜底部这种老叶子也得给它揪一揪，揪掉不要了。看看多脆嫩呀！这生菜一揪下来，放在盆里，盆马上就满了。嚯，这还有一只大蜗牛。哎呀，把它拿出了喂鸡，来给你们加餐了。这些小鸡和鹅也是第一次吃生菜。我再来棚里边淘换一点樱桃萝卜，还有芝麻菜，这些菜都已经过季了。还能看出这些是芝麻菜吗？春天的时候长得特别好，现在都已经开花了。我们只能是挑一些嫩叶，摘一点来稍微调调味道了。像这种比较小的嫩叶还可以摘下来。这种叶子就是有一股芝麻的香味儿，这也是为什么会叫芝麻菜。把它们放在沙拉里边还是挺好吃的。如果是特别嫩的小苗的时候，我们会摘下来很多放在沙拉里边。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嫩了，所以就适当的摘一些调调味儿就行了。樱桃萝卜那就更难找了，只能找找看看，像这种，哎呀，还剩下一点点儿。像这种也都不是特别的好了，这些也是只能是用来调调味儿吧，没有特别好的了。这些樱桃萝卜是春天的时候种的，后来没有再种第2批和第3批，所以现在能找到的还是第1批的时候发育比较晚、长得比较慢的那些。豌豆摘一些，像这种豌豆长得都挺鼓的了，一会儿把豆子剥出来。这边这种甜脆豌豆，有些连豆荚一起也可以吃。如果长太老了，就只能吃豆子了。这边还有不少，再摘一点。其实把下边的这些经常摘一摘，上边呢长得才会更快。种这些豌豆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采摘起来太麻烦了，要花好长的时间摘它们。又不像你种一颗大白菜，或者是圆白菜，或者是菜花什么的，那一颗就能吃好几对儿。这种豆子要摘一大堆才能吃一对儿。这边这种更好吃的甜脆豌豆，看长得也是非常饱满了。还有这个，哎呀，行了，就先这么多吧。洋葱其实也可以摘一颗，切一点增加口感。不过我的洋葱现在膨大的还不是特别大，摘了有点可惜。过些日子再摘吧。羽衣甘蓝，咱们挑点嫩叶子给它摘了。这种喜欢凉爽气候的菜，到夏天了，叶子就没有春天的时候那么鲜嫩了，只能挑上边最嫩的这些了。像这种绿色的就还是很嫩的。这些上半部分的比较嫩的还能够做沙拉吃，其他的那些可能最好就是用它来包馅儿了。这种羽衣甘蓝用来炒其实是不好吃的，做汤也还可以。这孢子甘蓝长得也是太慢了，这些小孢子可能得过一阵子才能摘下来吃，现在还没长成。小西葫芦还是非常非常嫩，给它摘下了一个。其实这种完全不用舍不得，虽然还是特别小，但上边看看还有好多好多呢。其实如果再长个1天到2天，拌沙拉会更好一些。现在还是有点太嫩了。这个绿西葫芦差不多了，把它摘下来。哇，这个应该是最鲜嫩的时候。上边也是还有2、3个小瓜，把它摘下来之后，其他的瓜发育的就会更快了。看它这种刚才顶上的大花儿。现在唯一的缺陷就是今年的黄瓜种的有点太晚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膨大的，估计想吃上黄瓜还得等上1个礼拜的时间。这黄瓜根部的小瓜忘了打了，把它打掉，这花儿也摘掉。
这看看上边都已经有点化瓜了，这都给摘掉。然后底部的这种芽子也给它打掉。这感觉真菌又已经来了，傍晚的时候还是得给它喷点有机溶剂，治疗一下真菌感染。食材准备好了，交给丽丽去拌沙拉了。菜已经洗好了，这是生菜叶子，这是冰菜，调味的芝麻菜，还有樱桃萝卜，黄色和绿色的西葫芦，还有些羽衣甘蓝。鸡蛋我也已经给煮上了，我把这些交给丽丽来处理，同时我把豌豆给剥出来，把豌豆还有甜脆豌豆里边的豆子给剥出来。像这些特别脆嫩的，我就直接留着豆荚和豆子一起吃了。还有像这种，把头和尾稍微的掐一下，这样的话，整个豆荚和豆子可以一起吃。还是很鲜嫩，很好吃的。这种豆子也不能让它长太老了，太老了硬了也不好吃了。这是这道菜里边最繁琐的部分了，剥豆子，真是太费劲儿了。有些菜我们是特别喜欢吃，但是也不经常种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弄起来太麻烦了。你像豌豆，我们经常都是用来吃豌豆苗、豌豆尖儿，因为种还有最后收获处理都比较简单。等到它长豆子，吃豌豆、剥豆子出来，真是太费劲儿了。像荷兰豆还有甜脆豌豆，吃豆荚还可以，但是你要想摘豆荚的那个过程也是挺漫长的，摘半天最后才炒一小盘儿。还有就是等着吃豆子和豆荚，这等待的时间也是有点太长了，不像豌豆苗、豌豆尖儿很快就可以吃上。这种鲜食起来甜甜的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其实沙拉里边放一些樱桃萝卜是负责辣味的，放芝麻菜是负责香味的，放冰菜是负责咸味的，而放豌豆呢，其实就是负责甜味的。再加上负责生脆手感的生菜，还有营养丰富的羽衣甘蓝，基本上就完美了。当然也不能忘了西葫芦，将来如果有黄瓜了，再放点黄瓜，那就更好了。好了，还是剥出来不少豆子的，拿给丽丽拌到蔬菜沙拉里边。这里边的豌豆荚我尝了一下，大部分都有点老了，所以只留了三个甜脆豌豆的。一份美味健康的沙拉拼盘，这就做好了，配上自己喜欢的沙拉酱，拌起来就可以吃了。如果还想要再更健康的话，就拌上点醋、橄榄油，再加一点盐就可以了。来看看怎么样，是不是还是挺有食欲的，美味又健康。